今天刘大请假，所以这边就请宫颈医师直接分享今天的主题，谢谢。那就谢谢介绍，那我就直接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是因为我最近有比较认真的在用 AI，然后用了之后就发现说，20元的美元 token 好像不太够，那就有想一下说啊，到底是真的自己买的不够，还是使用方式不对？那后来就想到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些那个使用方式，那让我的20美元可以达到最高的 CP 值这样子。那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，那我们怎么可以让 AI 少猜一下人类的心，那少做重做，那这样借以达到节省 token 的效果。好，那刚刚一直在讲 token 吼，那先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 token。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AI 需要处理的工作量啦。那去 Google 吼，可能就会说什么一个中文字是消耗多少 token， 然后一个英文字是消耗多少 token。那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要用英文啊，或是有人他会为了要节省 token， 然后就请 AI 去回复中文的文言文这个样子。那其实是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啦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，说到底有哪一些内容，它会特别去消耗 AI 的额度这样子。那其实就是它会占用 token 的内容，就包含说使用者的输入跟 AI 回答。那比较常被大家忽略的是对话历史啦，就是我们会以为说，就是 AI 它已经产生了这一段回复，那我们在问它下一个问题的时候，那它应该就不会再去读这些历史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次问 AI 一个问题，它都会去上面然后找相关的资讯，然后再去做浓缩，然后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的对话越长，其实我们在下面问一个问题，那就很容易就发现我们额度一下就没了这个样子。那再来，如果是说有上传文件或是程式，那特别是上传一些PDF 档啊，然后它必须要用一些 OCR 工具去做解析的话，那其实因为它要去AI 它必须要去搬动很大量的工具，那这个时候 token 也会消耗特别多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做的一些个人化设定跟一些专案指令，那这个也会造成我们的 token 消耗量增加。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，大概常见的一些 token 浪费，就是说，我们丢了一份150页的指引啊，丢到 AI 里面去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我们来找一下那个通报定义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时候 AI 因为它会从头到尾去阅读这一份文件，那你就会发现那个额度就是很快的就消失了这个样子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请 AI 画图，特别是那种 SVG 的那一类的图，那我们只是要改图表标题，然后但是我们请它完整生出整个SVG 的代码来，那这个也是非常消耗 token 的。好，那所以有5种行为啦，最容易让 AI 白忙。那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，就是丢入大量的资料或是文件。那第二是沿用很长的旧对话。那第三就是你一开始就没有跟 AI 讲清楚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它做出来你又觉得不满意，然后再请它去做修改，那这样来来回回的过程，那很容易额度就耗完了。那再来就是叫 AI 每次重新产生完整的内容，就是从例如说我请他写一篇文章，那其实我只是要改其中的方法，但是我就请他改的时候，没有跟他讲清楚说你就改方法就好，那他可能就会把从introduction 然后到最后 discussion 又全部生出来给你，那这个时候也会消耗大量的额度。那再来最后就是一次要求完成整条流程啦。那这个特别是在你的流程很复杂的时候，那第一个就是 AI 可能会误会你的意思，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那第二个就是一次完成的话，那你在中间要修改，等于是它要再重跑一次完整的流程，那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消耗额度这样子。
所以下面就是有好的指令跟不好的指令啊。不好的指令就是说，你丢了一份 paper 给他，然后就说，你帮我从这个 paper 里面，做统计、画图、写报告、做简报及新闻稿，一次产出。那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个指令。那怎么样把它做成好的指令呢？就是说你丢进去之后，先请他做摘要，摘要完你觉得没有问题，那你再去请他做后面的画图、写报告的这些工作。那你要做简报、要做新闻稿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说你的对象是谁，你的时间多久，你的字数多长，你的简报风格要什么，你跟他讲清楚，一步一步来，那就不会说为什么他每次产出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子。那浪费 AI 额度的口诀，对，那是说，如果让 AI 读得多、聊得久、猜得多、重做多，那基本上可能$20一天就没有了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哈，就是有一些小技巧啦，那会分成初阶的技巧跟进阶应用的技巧。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哈，也会做一个 live demo 啦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到底这个是在讲什么这样子。那我这一次是用ChatGPT 跟Codex 他们是一样的东西为例，都是 OpenAI 的。那如果说你是放在 personalization 的话，那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长期工作偏好。例如说，你希望 AI 在回复的时候，那用怎样的语言来做回复？那我自己习惯就是跟 AI 讲说，请你用繁体中文，那符合台湾的回答样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会不希望它太凶啦，所以我会说，请用温和的语气，那指出我的错误。那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在被 AI 凶这样子。那查证原则在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，那所以也会特别跟 AI 下指令说，就是请你去查资料的时候，有的话要附注来源，那没有的话就说不确定，那或者是说这个是你推论的，那你也要帮我注记说这一点是我推论的这样子。那比较进阶的就是在用 Codex 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资料夹里面加一份 agent.md 啦。那这个就是在规划你的特定的一个程式专案这样子。例如说，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的档案位置放在哪里啊，他就不用全机去搜寻那个档案到底在哪里。那你要做怎样的测试方式？那禁止他做哪些事情？那例如，如果我是在一个资料夹里面阅读文献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讲说，你就是每一篇文献你要帮我做成摘要，然后做成 MD 档。MD 档就是一个很适合 AI 去做阅读，然后可以减少消耗 token 的一种文件格式。那禁止事项就是说，禁止去捏造不存在的证据，或者是你有推论，你要一定要跟我说，不可以自己推论这样子。那这两个是我们自己先设定好的。那你在做你的任务的时候，那会有当次的提示词，就是 prompt， 那就是跟 AI 讲说啊，你这一次要完成怎样的任务。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如果是完成一份简报的话，你可能就要跟他讲说，你大概要完成几张的简报，那你的对象是谁？那其实我现在会习惯下一句啊，就是说字要大一点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ChatGPT 跟 Cloud 做出来的简报字都偏小，那所以会特别提醒他们说，你字要尽量帮我放大这个样子。那所以比较不佳的就是你每一次在当次提示词的时候，你都要重复的输入，你要用繁体中文啊，先讲结论啊，分析前要先检查有没有缺失值啊，这些其实如果你是每一次都会习惯使用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 personalization 或者是放在 agent 里面这样子。那长期习惯就是放在 personalization。那如果你是这一个专案需要使用的，你把它放在 agent 里面，那当次提示就是你这一次要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个
ChatGPT 的个人化档案你要把它写成是一个可执行的行为啦。那不要说只是用一大堆形容词，因为形容词是一个没有不太好定义的东西，所以你要直接跟 AI 讲说啊，你到底要怎么做这样子。那例如说比较不好的提示词，就说请他回答要专业、完整、简洁、有深度，也不要太长啊。其实每个人对这样子专业、完整、简洁、有深度的定义都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跟 AI 在讲，那可能就更不一样这个样子。那所以你就是要跟他SOP 要写得很清楚啦，就是说像先提供结论，然后你再提供要做的步骤。那你必须要区分事实推论跟不确定的资讯这样子。那如果是固定有在用 AI 做一些资料分析的话，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资料到手上它其实很脏啦，所以会要求它的就是说你先检查资料笔数、唯一 ID， 然后栏位的形态啊、缺失值、重复值、日期范围这些。那我们就是去找一些 outlier， 然后去把资料先做一开始的清理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每一次的提示词啊，就要说清楚5件事情啊。其实跟我之前讲的把 Gemini 变成 James 一样，那就是比较不好的提示词，就是丢给他一份那个登革热的资料，就说，你帮我分析、画图、写报告。那但改善之后呢？就是他会就是一步一步来，就是万一我们丢给他那个 Excel 表其实是很乱很脏的话，那他会先把栏位名称啊、资料形态、缺失值、重复 ID、日期范围这些先检查过。那你可能先请他产生一个表格，说有哪些是缺的，然后哪些是重复的。那你看过之后呢，再请他去做进一步的整理。那你确定 OK， 再请他来做画图的动作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个就不会说你丢给他一份资料，结果他最后产出来的图其实是错的这个样子。那因为如果说你一直觉得他产出来的东西是错的，然后一直要求他修改，其实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，那 token 就会消耗的很快。那如果是丢给他一份长文件的话，其实就跟我们人类自己阅读长文件一样，我们通常会去看目录，然后找到自己想读的东西。那所以在把它丢给 AI 的时候，虽然 AI 现在号称就是什么长文可以什么20万 token 那一类的啦，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跟他讲说，那你先去看这个文件的目录，然后找出要读的段落，然后之后再帮我去分析这个段落这样子。所以当你丢给 AI 一份150份的指引的时候，你给他下的指令可以说搜寻实验室阳性通报期限小时，然后根据相关段落回答。那也请他把页码标出来，这样子你在做一个事后的复核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AI 其实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，它会去读之前的历史资料啦。那所以就不要让一个对话永生啦，就是从今天早餐吃什么、午餐吃什么、晚餐吃什么，全部都在同一个对话，然后变得很长，然后中间你还夹杂的说，你想安排国外旅游行程，然后后来想到又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肠病毒的资料，那最后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在冲绳，然后调查肠病毒的回答这个样子。那所以就是第一个，每一个对话如果是不同主题的话，请你把它分开。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对话有一些旧的分析资料，那你最好是重开一个新的对话，不然它 AI 可能就会把旧的方法跟新的方法混在一起，然后到最后你也不知道它用哪一个方法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它已经有一些错误讯息的话，例如现在的 Cloud Fable 5，或者是那个 Gemini 的 Soul 5.6， 有时候我们在分析一些医疗或者是公卫细菌那些资料的时候，它会把我们立那个 red flag， 然后就把它挡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就是Cloud 的那个 filter 实在是filter 太多了啦，这时候我会放弃啦。但是如果是那个 Codex 5.6 Soul 的话，我其实是会重新开一个对话，然后再试着把原来的问题丢进去有时候它就通过了这个样子。那再来就是不同专案的指令，
那也是最好就是分开对话这个样子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对话已经太长的话，那要怎么办？那你其实是可以，第一就是现在的 AI 都很聪明，那它会有个 compact 的功能呐。那这个功能什么时候要启用？其实就一些比较专业的工程师，他们是觉得说，你就让 AI 自己决定就好了。那我们人去决定，有时候不一定有节省到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你觉得好像对话越来越长，然后消耗速度越来越快，你也可以自己请那个 AI 做一个摘要。那你可以看一下说那个摘要是不是正确啊？如果是正确的话，你再把那一份摘要带到新的对话去，然后再继续你的问题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会讲一些比较进阶的东西啦。如果大家觉得听不懂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这个样子。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 Agent MD， 那就是有些人会把他的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在里面啦，但是其实在 Cloud MD 的 Cloud Entropy 的官方网站就有跟大家很明确的讲说，如果你是写 Cloud MD 的话，最好是不要超过200行啦。那这一个准则其实也适用在 Agent MD 上面。那其实它是给那个 AI 一个地图啦，就是说这个专案在做什么，那哪些档案不可以修改，要怎么检查，怎么样算完成。那其实是要让他知道说我的档案在哪里，然后我的工作流是什么，那怎么样算完成这个样子。那大型资料也是一样，先摘要，再请 AI 判读，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差不多这个样子。那所以比较不好的 prompt 就是说，这是全部的病例资料请直接找问题并完成分析。那 AI 这时候就会第一它是一个几率啦，所以它找出来的问题不一定是你脑袋里面想的问题这个样子。那如果这时候我们先改说，你先产生资料的品质摘要，那 AI 就会说，好，我知道怎么产生这个品质摘要。那等到我们去看完这个品质摘要之后，然后想到一些问题，那再去跟 AI 讨论，那最后这样其实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程式除错要提供最小的可重现问题啦。那其实这个就是以前如果在 AI 还没有出现之前大家在一些板上问问题啊，像什么 Stack Overflow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板，或者是 GitHub 的 issue， 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在做啦。就是你要跟对方讲清楚，说你到底是在什么环境执行的，你下了什么指令，那个 terminal 出现怎样的错误信息，然后相关的程式码，那你本来的预期跟实际的结果，这些都要附上去，这样子才会有人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的问题。那现在其实跟 AI 问问题也是一样啦，就是如果是要解决一个层次上面的问题，应该也是要把这些贴给他，那他的答案会给的比较准确这样子。好，那局部修改就是不要每次都重译完整的程式啦。那就是只提供一些修改区块，然后跟他讲说放在哪里，那使用一些技巧，然后不要重印未修改的内容。那其实你用了这些之后，那可能就可以有感的发现说，那个 token 消好像真的比较少了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这个不管是对初阶还是对进阶啦，其实都是有效果的啦。一样就是你的复杂任务，把它分成你可以一步一步去看它做的对不对的阶段这样子。那就是像以刚刚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为例啦，那我们就是第一个，我们把那个病例可能是一份从 BO 下载下来的 Excel 表啊，或者是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的 Excel 表，我们把它丢进 AI 之后，我们可以请他先检查这一份资料，然后问他说这份资料你觉得有没有像缺失值啊、重复值啊这样子的问题，并给我一份摘要。
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如果用不同的方法去做统计的话，那出来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那你再去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，那再请他去产出后面的图表啊、报告啊、简报啊这些的，那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跟 AI 做一个很好的沟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总结就是说4个习惯省下人的时间跟钱包里面的钱啦。那第一个就是你的固定习惯，那你真的每天每一次的任务都会用的，你把它放在 personalization。那如果有在用 Codex， 你会让你的 AI 去读你的资料夹的话，那你那个专案的习惯，你就建一份 agent.md， 那就可以在那个专案，那你的 AI 都会遵从那样子的规则。那最后是当次的提示词，那当次的提示词也要把你想要 AI 做什么这件事情跟他讲清楚，这样子。那再来第2点是我们的资料只给必要的范围啦。如果是长文件的话，看你是要自己去定位它的章节，还是你请 AI 先定位章节。那如果是大型资料，先做一个摘要。那如果是长的错误 log， 你自己其实可以先看一下，说大概最后出错的地方在哪里，这样子。那再来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第4点比较适合放在第3点啦，就是你的复杂工作呢，就是把它分阶段，一小步一小步做。那确定这一步做正确之后，再往下面去做。那在下提示词的时候，把话说清楚，就是你做这件事情，你想要它有怎样的产出这样子。那所以最后就是一句。AI 给我的金句，他就说你的资料不要全部倒给我，错误也不要全部贴给我。那你不要跟我讲说一次这个任务要从头做到尾。那如果说你的对话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个主题的话啊，请你开一个新对话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大概是我的简报内容啦。那因为刚刚有跟大家提到，就是那个 ChatGPT 的个人化。然后跟 agent.md， 那所以这边我就是示范一下那个东西到底在哪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我自己是习惯用 ChatGPT 的桌面版啦。那所以就是打开来之后，那你去这边，那你可以点到自己的设定，那点完之后，那你去看这边就是有一个个人化，那你就是在这里，你可以做一个全域的设定这样子。像我就有把我的 AI 取了个名字，那告诉他说，他主要工作范围是他要做程式跟资料分析这样子。那他的回答优先顺序是什么？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其实是程式跟资料分析是新手啦，所以我会要求 AI 请你用新手能懂的语言，那你不要一直用一些术语，其实我是看不懂的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发现Codex 很容易，就是他就会跟我讲说他要装什么，我就说哦好啊，然后就直接给我装到整个电脑里面去，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下指令跟他讲说，你就是在虚拟环境，就是沙盒里面或者是专案内安装，你不要给我弄到整个电脑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样子。那他会帮我启动那个 port 跟 server 做测试啊，然后他常常测试完都不关，然后我后来所有的 port 都被他占光了，所以后来也是说你测试完你要记得把它关掉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就是一些那尽量是不要超过200行啊，其实我这是有点不太合格啦，因为它应该是超过200行的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做那个 agent 的 demo 就是如果是用那个Codex ChatGPT 跟 Codex 现在它整合了啦，就是它把它变成是一个桌面版的话已经被整合了。那我们可以先选取资料夹，那资料夹是在这边做选取啦，看一下这边那你就可以去看你要去读你电脑上面的哪一个资料夹。那这边已经帮大家放好了，就是今天的 AI demo 啦。那它里面就是
里面就是我已经有去摘要一些 paper 里面的内容，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对话。那我就跟他说，请帮我讲解资料夹里面。那其实是可以直接给他一个，我看一下 AI demo 是放在哪里？就多嘛得啊，底下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说，这个先删掉。讲说这个资料它的路径在哪里，这样子它可以其实找的比较快。请帮我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就让它出去了。那我们等它一下。哦，在等它的时候还可以讲一下啦，就是其实你的 AI 模型也会造成那个 token 消耗的速率啦。啊，例如说像这边，因为它一直不让我用 5.6，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 5.5。那其实它消耗的 token 就会比 5.6 少。那再来 F 如果调越高的话，啊 token 也会消耗越高。那 speed 吼，那个真的用 fast， 你就会发现你的额度就是跟水一样就没了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哦，糟糕，刚刚那个 agent 那个删太慢了，所以他现在在用那个《甄嬛传》的语气，然后再摘要这篇 paper 这样子。就是我刚刚有一份 agent， 我早上在试的时候，请他用《甄嬛传》的语气帮我写那一份 agent， 所以他读到的话，那他就会照《甄嬛传》的语气，然后帮我摘要这个论文。所以你现在会看到说，他现在虽然我刚刚的全域的设定是一个男的，但是因为他现在在用《甄嬛传》的语气，所以他现在是自称为臣妾这样子。嘿，对，好，那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回复都不一样啊。虽然也是有在讲正事啊，但是他就会在后面跟你讲说，如果只盯着一个标签看，就像宫里只查谁穿了红衣，却忘了问谁过了御膳房这样子。那他就会用一个《甄嬛传》的语气帮你解释这一篇 paper。那其实第二个要示范的应该就是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AgentMD 啦。那没关系，我还是示范一下，就是你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帮我在这个资料夹做一份 agent.md， 让 ChatGPT 用《甄嬛传》的口吻回复问题。那你就把它按 Enter， 然后它就会开始跑。好，它就开始响了。他还蛮谨慎的啦，就是他先看说里面有没有 AgentMD 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开始找，这时候就是要等他。好，那其实因为时间也有限啊，那就是开刚刚的那一份 AgentMD 给大家看。我先把它放回去 ，put back。他在产了，等一下。好，他说他产好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他产了什么。对，那他就会说，你是使用者在这个资料夹的助手，然后回复时请用《甄嬛传》的宫廷剧口吻，可以偶尔使用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会害自己生的一些口吻范例，那表面上是格式问题，然后资料以往难免要费点周章，那所以如果我用这个 AgentMD， 然后去跑我的 summary 文件的话，那你就会发现，他真的有在用。就是他就说他是臣妾，然后最后他会跟你讲说，文献季节在宫中传话几轮后，意思就走样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 AgentMD 在我们整个资料夹的功用。那我今天的那个 AI 充电站就讲到这边，那就非常谢谢大家。
谢谢宫颈医师的分享。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的？那大家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谢谢今天宫颈医师的分享。好，那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